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马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年已经过了一半了，不知道大家今年的包运如何呢？之前我分享了一些在日本专柜零配货买到 Birkin 的技巧，有很多朋友发来他们跟 SA 斗智斗勇的经历。更夸张的还有一些为了买到包，搞到自己真的是人格分裂的奇葩操作。这期呢，我就给大家总结剖析爱马仕专柜的5大常见套路，怎么做才能见招拆招，一一破解呢？如果你也是一位爱马仕辛酸配货人，那我们握个手吧，这期攻略一定能够帮到你。我入坑爱马仕呢，差不多有8、9年了吧，陆陆续续呢也买过挺多的包，但实际上我很不爱去专柜，很不爱去哦，因为一进门我就开始各种的演戏，又要改时机，又要选 SA， 还要用上各种的沟通技巧，为了买一个包啊，磨磨唧唧、婆婆妈妈的，实在不是我的风格。那现在回头看，刚入坑的时候，很多套路真的是一目了然，进店有什么注意点就很容易理解。青铜段位的客人呢，一进店直奔皮具那一层，上来遇到一个店员就问有没有 Birkin 和 Katie 呀？想都不用想 ，SA 的回答肯定是 No， 没有的。不管你去刷多少次脸，那么多早去排队，换了多少的时间段，各个专柜的挨个刷脸，那么回答永远是 No， 没有的。白银段位的客人呢，一进店自觉配货。毛毯、鞋子、餐具、项链、衣服，然后再去问店员有没有 Birkin 和 Katie 呀？然后黄金段位的客人呢，知道选对 SA 的重要性。进店呢，先观察一下每个店员的气场是怎么样的，选定一位 SA 之后，再根据他担当的部门，有针对性的去挑选配货。所以呢，我建议大家进店的时候先不要着急，可以呢先选一条，比如说这种当季出的小丝巾，然后跟 SA 间接的聊一下，聊得投机了之后呢，然后再去说，哎，我想搭配一个什么样颜色的包包比较好看呀？这个颜色的包包有没有啊？然后建议有小朋友、有宝宝的也可以一起带上，然后这样整体的氛围会比较自然一些。找一个所谓的小理由，或者跟店员说，比如说我快过生日啦，下个月就是我的结婚纪念日呀，或者其他的姐妹最近都备了这个2代呀，跟他们聚会我没有2代很尴尬呀，这个样子我也想要一只，然后非常真诚的去表达出来，非常清晰的表达出来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东西，就是一定要说出来我要什么款式的、什么颜色的、什么尺寸的、什么样金具的包包，而不是说随便有什么，只要是 Birkin Katie 都可以介绍给我。那如果店里有类似尺寸的或者是其他颜色的呢，其实店员也是会跟你介绍的。还有呢，就是一定要注意的是，在海外的爱马仕店也不要旁若无人的乱讲话，觉得他可能听不懂你讲的汉文啊，或者是日文、英文这个样子。其实很多店员是听得懂你讲的外语的。男性的客人进店之后呢，建议找到一个能说得懂自己语言的女店员，毕竟就是有一点异性相吸的这种感觉嘛，我觉得拿包的概率会更大一些。我印象比较深的呢，就是刚出 S2 风衣灰的那一年，然后我和我老公去法国的专柜，然后进门了就是随便挑了一只 H 的那种手表，我老公就跟店员说想送我一只包包这个样子，当时那个店员就非常幸运的拿出来一只 S2 风衣灰的 Katie 25金扣 Epson 皮外封，当时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幸运，非常的开心。有的人呢觉得爱马仕的店员很势利，服务态度非常的不好。在其他奢侈品店呢，毕竟我们是消费者嘛，我们是掏钱的，那问店员有什么样的包款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。但是呢，在爱马仕反而就变成了被人家翻白眼，你怎么这点常识都不懂啊？这个样子。其实，在爱马仕跟其他奢侈品品牌在经营上有一点是很大的不同，就是
它在全球的门店都由各个门店的经理掌管运营大权，门店经理要提前半年或者1年的时间向总部订购下一季的包包，工坊再根据订单生产制作。每个门店呢都有各自达成业绩的这个手段，当然业绩越好，能够订购到的人气的 BKC 的包包就越多。每年 BKC 的产量取决于熟练工匠的人数，新的工匠要从做一些这种小的皮具，类似于这种小的皮具开始做起，经过3、4年的熟练程度，能够晋级到去做包。所以门店订购的包，不一定完全能够收到，尤其是疫情期间，工坊的产量更受到很大的影响。可以说，爱马仕的 BKC 从来是不愁卖的。客人想要见到包包的真容，首先要通过 SA 的筛选。 SA 怎么判断呢？那说的俗一点，就是看你配不配得上拿这个包，是身份的象征。那么买单的时候呢，就是交钱的时候会让你填一些会员卡，其实呢，它是想要间接的去看你的身份。更重要的，在你填写的时候呢，它其实会在旁边这样瞄着你，看你写的那个住址啊，是不是非常高级的住宅区，然后从这些的信息呢，看你是不是一个很有实力的客人。那有的时候呢，店员真的会哇眼前一亮，一看你住的这么高级，黄金地段，就会主动跟你去套近乎。那么爱马仕呢，作为一个100年的大 IP， 它的制品真正它是想供应给哪个阶层，给什么样的客人，定位是非常非常的清晰的。那么简单的说，就是想卖给一个真正能用得起这个东西的人。用这个包只是生活的用品，只是生活的必需品、消耗品。为了拥有一件爱马仕的包包，省吃俭用大半年，然后买来之后小心翼翼的，就是像借来一样的那种感觉。这类的客人并不是他想要服务的圈层，层层的套路都是为了筛选出真正想要的客人。如果 Birkin Kelly 那谁都能买得到，那就不是爱马仕了，对不对？不过呢，即使是有很强消费实力的客人，也需要你有足够的时间、有耐心去跟你的 SA 去交流。那么想省时间，未必一定要去专柜，有时间的人就是真的是跟你磨得起。但是配货要求就是也是不断的在升级，从普通的这种什么鞋子啦、衣服啦、小的首饰啦，该买的东西你都买了。接下来呢，他可能会给你推荐个鳄鱼皮衣，让你买个地球仪，让你买个马鞍自行车，就是平时连显摆都用不到的这些东西，就已经买得到没有啥可买的程度了。当然呢，随着你配货的不断的升级， SA 给你推荐的包包也是在升级的。虽然爱马仕官方从来没有配货这一说，但在不同的国家 SA 接待客人的方式和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有的地方呢就说的比较直接，你想要这个 Birkin 对吗？那你需要配货呀，比如说1:2的配货呀。当你配了很多货， SA 还是你要不要看一下这个，要不要看一下那个，这就说明什么？说明你配的货还不够。但是呢，日本的专柜呢，进门就会跟店员说，我想要买配货，你给我拿一个 Birkin。店员会非常非常的反感，他会马上的跟你翻白眼，瞧不起你，因为他觉得每一个商品都是有它的价值的，根本不存在配货这一说。日本没有消费门槛，所以有很多的人来日本碰一碰包运，那么存在零配货拿包。如果刚好就是遇到一个店员手里有包包的名额，那你的气场、你的气质又驾驭得了这个包包，就有可能零配货买到包。但是你想一辈子拿裸包，这个是肯定是不存在的。你看有谁的那个马蹄印的 Birkin， 或者稀有皮很人气的颜色，还有像喜马拉雅或者是这种极品小房子，是零配货从专柜包出来的，这个是根本是不可能的，肯定是拿不到的。因为呢，包的价钱是固定的，门店要通过 BKC 包包这个杠杆卖出更多的业绩，每个部门它是有相对的比例的。在日本也有店员就是经常会睁着眼睛说瞎话哦，就是你问他有没有 Birkin 和 Kelly 呀，店员小姐姐就会跟你说，我们近半年都没有见到过 Birkin 了，这么大个店怎么可能没有包呢？这不就是在撒谎吗？所以在日本就要经常的去刷脸，和 SA 沟通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首先呢，你要表达自己的这个愿望，主动告诉他说我想要什么样的包。当然呢，如果你买家具、买沙发、买配货，就是买的一次买的非常狠的情况下，店员会主动的提醒你说，
我们有 Barking Kitty 会到时候想不想要看一下呀？有的时候 SA 会向你暗示消费的这个门槛，比如说。最近来了一个钻石的200多万日币的这个手镯，非常适合你的气质，你要不要买呀？然后变相的呢会答应你，如果有非常人气的包到了，我也会给你介绍包包。如果你对这个店员 SA 不是充分信任的情况下，可以说，这个镯子我是非常的喜欢呀，但是我觉得它一定要配一个翡翠绿的鳄鱼的 Barking 才配，我才一起拿得出手。这个就是说我2个想同时购买，那么你同一时间拿出来的话呢，我2个都会买，这就叫做所谓的捆绑消费，就是所谓的配货了。那如果你买了配货之后，然后他迟迟不给你拿好的包，那你就是被套路到了。如果买了一条20-30万人民币的钻石的项链，只拿到了一个价值不是很高的这种普通皮的康康，那你也是被套路到了。那么正常的情况下呢，你买的这个配货和拿到包包的价值应该是等同水平的。像这种，我觉得至少要给一个好尺寸一点的鳄鱼皮才对嘛。如果长期消费也没有尝到任何的甜头，那真正说明你这个 SA 是有问题的。我们要及时的止损，就不要再搭精力和金钱在它身上了。那有的朋友问，就是要不要时不时的我就去买一点小东西，这个样子有包的时候，这样 SA 就会想起我呢。我个人觉得呢，不是说完全没有效果，但是效率非常非常的低，非常非常的慢，因为你买东西的这个分量非常非常的小，它根本记不住你呀。每天去买东西的人太多了，要有效的去买东西，买一次让它能够记住你的东西。那么留意 SA 他给你推荐什么，说明呢他就是这个部门的担当。如果他是服装部门的，你买了一堆珠宝，那他也不会特别的开心，因为店员他也是人嘛，他是有私心的。他的业绩在不行的时候呢，那你要做他心目中的那个 hero， 他就会觉得我在不平稳的或者不安稳的时候，我的金主小姐姐来了，那么他就安心了，他就平稳了。但是配货够不够质，够不够量？举个例子，我觉得就像2口子过日子一样嘛，就是有没有钱，这是经济的基础。你跟他有没有交流是更重要的。那通过交流呢，让你的 SA 了解你，他其实也愿意跟你聊一些八卦呀、日常呀，日久你们俩生情了，变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？就好比说是这种客人以上，朋友未满，然后呢，他更愿意把一些包包给你。如果一直消费呢，都等不到包包，或者配货完全超出常规，我自己的理解哈，我觉得有2种可能。第一种是你的这个 SA 手里的 VIP 客人太多了，你的这种消费水平他根本记不住你，对你的评价标准当然就不一样了。那么第2种呢，是你投了一个包子选手，投了一个没有什么权利的 SA， 他在店里的业绩不行，就是很少有权利能拿到好的人气的 Barking 或者 K 利的这种款式。也就是说，你的 SA 在社内的竞争这一步就直接被 out 被淘汰掉了。那么之前的视频里呢，我有讲过，爱马仕店员也是分等级的，分3、6、9等的，业绩好的店员才有权利给他的客人拿到好的包包。所以选择 SA 非常非常的关键，选不对人，那你问谁都是白问，他根本就拿不出来东西的。有一次呢，我去那个米兰的专柜，进店就想找一个店员说话嘛，连着去了2、3天，就是什么包都没有。临走回来日本的之前的那一天，我们又去店里就是闲逛了一下，因为就住在我酒店的附近，然后看到一位呢，就是大概是50多岁的可以讲中文的店员，然后一看哇，气势非常强，我一看这个姐姐有权利呀，然后我就上去挑了一个，我记得是挑了一个这种鳄鱼皮的这样的一个钱包。一般的客人他不会上来就会买鳄鱼皮的钱包嘛，还配了一些就是平时用的这种，我记得是这种丝巾呀，然后还有平时反正公务场合下我老公会用的一些这种领带，然后还有一些皮鞋之类的。然后呢，他就拿给了我一个1代 Pochette Kelly 鳄鱼皮的，然后呢，当时呢，同时也拿给了我一个普通皮的
Barking，因为名额有限嘛，我们是2个人去的，只可以拿到2个包。然后呢，我们还继续会跟他聊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哇，姐姐，日本的这个樱花季节到了，我特别想要一个粉色的小包。然后他犹豫了很久，竟然跟我说，我们里边好像新到了一支樱花粉颜色的那个2代，我进去给你看看有没有货。哦，特别的惊喜，他真的就给我爆出了一支，樱花粉的这个2代，就是樱花粉就是这个颜色的2代，当时是刚刚出的，我非常的喜欢。那就是等于我在选对了 SA， 并且聊得非常投缘，聊得很好的情况下，我买到了第3支非常人气的包包。所以说呢，虽然一个客人那1年只有2个包的名额，但是其实它是可以为你特殊进行调节的。关键是看你找的这个 SA 在专柜有没有就是说话的力度，它可能变相的会提醒你，比如说你下次带一个朋友来，然后带一个亲戚来，我也会冲着你的面子给你拿包这个样子。在海外的专柜买包，国内的消费记录和买包的名额，一般来讲它是不会刻意去查的。也就是说，在海外买了 Barking Kelly， 回国不用再占用名额了。那有时候进店呢，也会问你之前你有没有消费记录啊？今年有没有买过 Barking 和 Kelly 呀？会看你在其他店有没有买过。这里呢有一个小技巧告诉大家，买包的名额它就是在限定非常严格的时候，可以换一个手机号码和名字去登录，因为系统呢，它只记得就是你登录的信息，比如说你的姓名呀，你的登录的手机号码是登录的住址是什么样子的，它根本记不住你的长相。我认识一个人，他给自己想了5个身份，就是说他在这家店，店员认识他，他是王先生，那么去下一家店呢，他就转身一变变成了李先生，再去下一家店呢就变成了张先生。这样的话呢，他去了5家店，理论上来讲呢，他1年就有10个包的消费名额。但是提前你要记住了，搞不好就是自己你都记不住你自己是谁，每天起来第一时间就在想我是谁，我在哪儿这个样子。结果有一天呢，非常的尴尬，就是说他前一家店的 SA 转到了另外一家店，结果2个 SA 碰到了，同时跟他打招呼，喊出来的名字完全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说这个技巧不建议大家去试，尤其是正常消费的话，我觉得还是以诚相待会好一点，否则呢，包包的价值就变得不快乐了，而对我们来讲是一种负担。我自己的真实感受是呢，以前进爱马仕专柜的时候，真心的就是一心只想要一个好看的包，人气的包。现在真的是发自内心的，我可能更喜欢一些周边的产品，比如说它新出的衣服啊，比以前的设计更好看了，然后或者这个小茶杯，这个台灯，我真正的是可以用得到的。确实感受到爱马仕的商品质量和设计有它的价值所在。当你发自内心的觉得这些东西不是配货了的时候，而是我们生活的所需，买了东西真的是实实在在在用的时候，你就超越了专柜的这些套路了。买到一定的级别，什么普皮呀、特殊皮呀，都已经满足不了你的内心。这个时候呢，可能只有每年出的这种限量款才能让你有心动的感觉。比如说这种小房子，专柜它的配货已经达到了上百万人民币，真的是看有钱人神仙打架。但不是所有的限量款都能够升值啊，也有高额配出来的包包，一过季就跌得非常的惨痛。下一期的爱马仕收藏攻略，我会给大家拍一期千万级大型开箱现场，盘点一波过去10年爱马仕推出的限量款包包身价的涨跌。你会怎么判断一件奢侈品是否值得买呢？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分享给我，记得点击订阅，我们下期见。